最近很多熟悉琪琪奶奶账号的网友发现了一点不同，视频里的主角除了活泼可爱的琪琪和日渐懂事的凯凯，几乎很少再出现豆豆和杜宾的身影。要知道，在以往的视频里，豆豆总是那个机灵的大孩子，活泼、热情，又能带着弟弟妹妹们玩，而杜宾则作为家里重要的一份子，常常和大家一起出现在镜头中。他们的缺席让不少老粉丝心生疑问，是不是家里出现了什么变化？根据一些网友的爆料，这背后的原因并不是家庭不和，而是因为琪琪的奶奶遭遇了网暴。部分网友认为她在拍摄中利用豆豆和杜宾赚取播放量，甚至在评论区留下了很多不友好的言论。这种声音虽然并非主流，但在网络世界，往往少数的攻击就足以让一个善良的家庭感到困扰。为了避免无谓的麻烦，琪琪的奶奶选择主动调整内容，不再让豆豆和杜宾频繁出现在镜头中。其实长期关注的人都知道，琪琪的奶奶是一个非常善良、淳朴的人。她的视频里没有过度夸张的表演，也没有刻意的剧情编排，更多的是记录家庭生活的点滴。孩子们的成长瞬间，一家人一起吃饭、劳动的日常，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，这份真实，正是很多粉丝喜欢她的原因。然而，当善良被误解时，最无奈的就是，无论你再真诚，也可能被人戴上有色眼镜。从传播角度看，这种误解并非完全空穴来风，而是网络环境中常见的偏见。一、孩子本身自带流量。在短视频平台上，孩子的天真笑容、童真互动，往往最能打动人，自然播放量会高一些。可有些网友就把这种自然现象理解为利用。二、跨国家庭的特殊性。杜宾、豆豆等人物因为身份背景特殊，更容易引起关注，于是有人会怀疑，这是不是刻意炒作？三、观众期待与创作者初衷不一致。奶奶只是单纯记录生活，但部分网友总是从流量逻辑去解读，就产生了偏差。事实上，减少豆豆和杜宾的出镜，对于账号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损失，因为观众喜欢他们，相关视频的播放量往往更高。然而，琪琪奶奶依然做出了选择，即便播放量下降，也不愿因为视频让家人承受误解和攻击。这种决定其实是出于一种保护，保护孩子不被舆论伤害，也保护家庭氛围不被流言打扰。在评论区，观众的态度也分为几类：一、理解与支持。很多真心喜爱这个家庭的粉丝表示，支持奶奶的选择，健康、平安比什么都重要。二、惋惜与不舍。有人留言说，真的很喜欢看豆豆照顾弟弟妹妹，感觉很暖心，现在看不到了很遗憾。三、反思与呼吁。还有网友呼吁，不要再对普通家庭进行恶意揣测了，他们只是想分享生活。这件事也让我们思考一个更普遍的问题，在短视频盛行的今天，普通家庭分享生活真的能完全纯粹吗？如果拍摄到孩子，就可能被指责利用；如果拍摄到大人，就可能被质疑摆拍；如果播放量高，就可能被说助力；如果播放量低，又会有人说是不是没有料了。这种两难处境几乎是所有分享生活博主都绕不开的困境。虽然视频里他们的身影少了，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和家人的关系变淡。在镜头之外，他们依然是家庭中重要的一份子。豆豆依然在成长、学习，杜宾依然在努力融入、付出。只是这些画面，奶奶选择了守护，而不是展示。换个角度看，这也是一种爱。有时候不出现在镜头里，反而是一种更深沉的保护。这件事给观众的最大提醒就是，我们在评论区留下的一句话，可能对创作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，尤其是当对象是孩子时，更需要格外克制。善意的理解和宽容，才是一个良性网络环境的基础。当我们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这些普通的生活分享时，才能真正感受到其中的温暖。琪琪的奶奶选择减少拍摄豆豆和杜宾，这既是无奈，也是智慧。她舍弃了部分流量，却守住了家庭的安宁。或许未来我们会更少在镜头中看到豆豆和杜宾，但他们依然在家人身边，依然在成长。而作为观众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少一些误解，多一些真诚，去守护这份难得的纯粹与善良。